这怎么做吗？我自己的事情都要来不及了，我真不想教他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是最起码就是你要这样就可以了。1 hour later， 又要熬夜了。你这个怎么这么夸张？完全不符合角色嘛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就是非常的投入啊。我太难了。不知道大家生活中会不会这样？就像明明内心有自己不同的想法，但是话到嘴边啊，事到眼前，总得用最委婉的方式去跟人表达，很难直接开口拒绝或者否定别人啊。有时候就会觉得，哎，我是不是感觉我太舔狗、太讨好了？但其实不一定哦。你也许只是关系型的人。在荣格老爷爷的成名作《心理类型》中啊，把人的心理分成了8种类型啊，其中就有一类叫做外倾情感 （extroverted feeling） 的类型。他们这种类型非常追求的是环境氛围、社交关系的和谐，很符合通俗意义上关系导向的人。我们之后就可以叫他们关系型。他们的核心动机啊，就是不破坏关系，所以他们特别在意他人眼中的标准，希望在和人交往的时候啊，可以营造出一种融洽的氛围，也就是集体最好彼此让步，互相体谅啊，把自己的需求放一放，把对方的需求提一提。要是一群人吃饭啊，哪个说随便，而且到最后真的随便吃什么，而且吃完还表示还不错，谢谢大家啊，很可能就是外倾情感型的人。啊，至于那些嘴上说随便，实际吃了又挑三拣四，特别挑剔的，那多半就不是啊。其实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这样啊，那真的很美好，说不定就已经实现了世界大统一、民族大和谐。对这类人来说呢，最现实的问题是，很多人不是这个类型的，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经历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。哎，比如我明明就是碍于面子，我不想撕破脸皮，给你留一点点余地啊，但是有人就非要顺着杆子往上爬。哎，我客气一下，和一个自以为很帅的同学说啊，对，你长得确实挺像明星的。啊，结果人家非要问清楚他长得像谁，那我答什么？我说阿凡达吗？有意思的是啊，这类关系型的人在某个阶段会发现自己有一种倾向，对关系越好的人，情绪反而越暴躁，脾气没有那么强的忍耐力，对外人啊反而更温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啊，关系型他们追求的这种关系，是他们越信任一个人呢，越会觉得这个人不会和自己关系破碎，反而更可能流露出不好的态度。啊，听起来是不是感觉有一点，就是好像怎么能够厚此薄彼呢？对吧？啊，但是这方面其实就是这个类型的人会慢慢成长，开始越来越需要反思的，因为去真正的对和自己稳定的关系的人好，是一种很大的进步，对他们来说。啊，很多营销号呢，知识分享啊，会告诉这类人，哎，你不要那么在意关系啊，我们人嘛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开心快乐，管他人呢。这样根本没有用，因为这种心理类型的人，他们本身就有倾向，他们喜欢关系。他们在意关系，而且这不是缺点啊。如果你要求他们不要在意关系了，他们确实可能不会受伤了，但也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快乐。很简单的逻辑嘛，你不去建立关系，你不可能被他伤害，但是你也不可能真正得到什么良好的、互相彼此照护的、真正共荣的关系，对不对？那该怎么办呢？一句话，先去看向那些容易欣赏你、认可你的人，之后再看向那些需要你付出才愿意和你建立关系的人。注意啊，这里是先后，而不是说让你完全拒绝后者啊，因为我们活在现实世界里嘛，哎，总归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我们的。但是对关系型的人来说啊，只要知道自己有确定的群体支持，有哪怕是一个人他很支持我，这时候啊，他们会发现自己格外的比之前相比更有力量去捍卫自己的利益，去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因为他们这时候就很清楚知道说，哦，有人支持我，有人欣赏这样的我，那你如果不欣赏不接受，也许不一定是我的问题了。但是如果他们找不到稳定支持自己的人啊，你还一个劲的要他们去坚持自己，好像和大环境背逆而行，逆水而上啊，他们只会觉得越来越自闭，感觉好痛苦，感觉说明明我都知道，为什么我到点了我就是做不到啊？体验过的都知道这种拉扯的痛苦。在意关系真的不是什么弱点，用得好了，你甚至可以是那个八面玲珑，甚至不用主动也能和大家和谐相处的特别舒服的人。但是千万不要用讨好型人格这种纯粹的负面标签往自己脸上贴啊！人和人本身是不同的，我们运用好自己的差异，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。我是莎莎，专业人格分析师。我是小狐狸，偶尔当个替身演员。喜欢别忘了关注，我们下期更精彩。